他后背上竟然长了一个脑袋，还变得越来越大，摸起来呢软软的，感觉里面好像有东西在动，但谁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然而医生的一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，直到最后把脑袋切开，才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大叔说，自从多了一个脑袋，感觉自己变聪明了很多，但常常感觉后背有虫子乱钻，手臂和脖子还经常会失去知觉，心里呢会产生2种不同的声音，分别控制自己，常常会产生邪恶的念头。他怕以后无法控制自己，真的做出什么不好的事，所以呢，赶紧找到了医生，来了个线上会诊。当他把衣服脱掉，这东西的个头属实把医生吓了一跳。他说这东西已经长了23年，有一次呢在野外洗澡，过了没几天就长出了这东西。刚开始呢和葡萄差不多大小，慢慢就变成了这样。会诊过程中，他突然开始胡言乱语，还奇怪的大笑，看着呢根本不受控制的样子。医生顿感不妙，怀疑是洗澡时感染了食脑虫。当食脑虫侵入体内，会一点点啃食神经组织，患者就会出现头痛、恶心、四肢麻木的症状。由于肿块紧靠着脑袋，医生怀疑食脑虫已经侵入了大脑，情绪控制相关的大脑区域已经受到了干扰，大叔才会出现幻觉、精神错乱等症状。一旦食脑虫开始啃食视神经，那他将会有失明的可能。现在必须要尽快进行手术，看看这个脑袋里到底有什么。医生还想问一些关键的信息，但大叔依然不停地胡言乱语。这时，大叔的儿子走了过来，医生赶紧让儿子把他控制住。等大叔稳定下来后，赶紧送来医院。隔天，大叔来到医院进行手术，医生经过细致的计划和准备，手术就开始了。把脑袋割开后，接着就流出了一坨白花花的东西，看着非常像奶油。不过还好，医生并没有发现食脑虫，看起来只是普通的脂肪瘤而已。处理完毕，缝合伤口，慢慢的就可以康复了。这个公寓的住户凌晨4点必须起床，然后捂着耳朵站在墙角，也并不是他们想起床，而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。每到凌晨4点，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，有时声音又像小孩在楼顶玩玻璃球的声音。物业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声音仍然存在。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，公寓住户都被搞得精神崩溃。这个大妈就受不了了，长期折磨让她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现在只能在外面租房住。大家偷偷安装了监控，想看看到底有多夸张。一到凌晨4点，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摄像小哥都吓一跳，噪音高达90分贝。要知道地铁站的噪音才81分贝而已。大家发现用铁锤敲打瓷砖的声音和这怪声很像，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到底是什么人会一直制造这种声音呢？犯罪心理学家表示，半夜发出这种声音能影响人们的生活，这可以让他内心得到莫大的满足。这种人就是心理变态。大家决定找到这个罪魁祸首，准备了10多台监控，蹲守在大楼各个角落。结果几天下来，这怪声突然神秘消失了。大家猜测，这个制造噪音的人已经害怕了，其实没必要再调查了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回访，物业表示，自从节目组开始调查后，声音就没再出现过。这下大家都能安心睡觉了。他对着家里的窗户连续拍了5个小时的照片，只为拍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东西。一家人最近被这东西搞得心神不宁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他家住3楼，最近却出现一个梳着双马尾的老太婆，趴在窗户死死盯着一家人，就问你怕不怕？这鬼脸是偶然拍到的，一开始以为是窗边玩具印上去的，放大后一看不对劲，越看越像人脸，更像是一个面目狰狞的老太婆。这把他看得头皮发麻，紧接着对着窗户又拍了几张，结果照片里神秘的老太婆又消失了。你就说怪不怪吧？关键这是3楼啊，一般人根本就上不来。他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人，赶紧拿着这鬼照片找到专家。专家对照片进行数据分析，结论是这鬼脸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不是 PS 的。但专家并不认为是灵异事件，他认为是室内物体反射产生的阴影而已。仔细观察后，发现鬼脸旁边有椅子的影子，猜测这鬼脸应该是挂在椅子上的衣服反射形成的。紧接着专家开始了测试，在椅子上挂好衣服，对着窗户拍照，拍到的照片上果然出现了一些轮廓，但并不像人脸。专家继续摆弄衣服，尽可能的弄出更多褶皱，就这样一直拍照测试了5个小时，终于拍出了之前的鬼脸。所以这就是一种巧合而已。他在厕所偷偷安了监控，正对着马桶和面盆，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。晚上等一家人睡着后，厕所就会传来咕呱咕呱的怪声，打开灯却什么都没有，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东西能进来。这怪异现象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半夜都不敢上厕所。有次主人半夜实在尿急，蹑手蹑脚的来到厕所门口，就看到一个小黑点闪过，从面盆一水孔钻了进去。这下主人更怕了，拿着录到的声音求助专家。专家一听却笑了，给他出了一招，在水龙头上绑一条面包虫，把这东西调出来。主人壮着胆子乖乖照做，完事只需要守着监控静静等待。没一会，厕所就传来了一声咕呱的叫声，只见有个黑黑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面盆里钻了上来，仔细一看竟然是只树蛙。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
树蛙对着面包虫若有所思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接着一口吞了。没成想虫子绑得太紧，尝试了几次都没吃到，又灰溜溜地钻进了面盆。关键它家在9楼，这树蛙是怎么爬上来的呢？虽然树蛙会爬墙，但靠它自己是不可能爬到9楼的。楼上楼下的邻居都问过了，也没人养树蛙。专家研究半天，说树蛙只可能是从外面人为带回来的。问了一圈，主人说前段时间从乡下拿回来很多白菜，准备做泡菜。专家一拍脑袋，说树蛙很可能就藏在了白菜里，阴差阳错就蹦到了面盆里。现在重要的是赶快把它解救出来，把面盆拆下来，刚切开一个洞，树蛙就跳了出来，小小的一只，非常可爱。大家决定先暂时把它养在家里，等春暖花开时再让它回归自然。他们对着大妈的胸部 X 光片议论纷纷，都感觉不可思议，因为 X 光片显示大妈胸口竟然有根5厘米长的针，距离心脏只有1毫米。拿金属探测仪在大妈胸口一扫，仪器就会发出哔哔哔的声音。这针已经在体内存在10多年了，最近体检才发现，关于这针是怎么进入体内的，大家众说纷纭。有人说是吃东西误吞下去的，但这个说法很快就被医生否定了。通过食道很难到达现在的位置。另一个大叔说，也许是大妈做完针线活后睡着了，翻身过程中针就刺入了体内。医生说这种假设是最有可能发生的，因为胸前的软骨很容易就会被刺穿。现在针距离心脏只有1毫米，剧烈运动或者稍有不慎都可能危及生命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针取出来。在进行了全面检查后，医生表示手术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发生紧急情况。医院在做好万全准备后，大妈被送进了手术室。针和静脉看起来很相似，因此很难区分。为了避免触及肺部和心脏，手术不能出现一丁点的失误。不过还好，经过漫长等待，医生成功把针取了出来，已经变得锈迹斑斑。术后大妈状况良好，看着伴随了自己10多年的针，大妈唏嘘不已。她当着医生的面，用随身携带的铁锤疯狂敲自己，边敲还边笑。敲完肩膀敲膝盖，这可是一把货真价实的铁锤啊！大叔每天就用塑料袋装着随身携带，一有时间就哐哐往身上敲，即使在门外也能听到敲打声。敲完膝盖敲肚子，敲完肚子敲敲胸，顺便敲敲胳肢窝，接着敲下巴和上巴，最后敲敲脑壳，从下往上敲了一遍。他说一点都不痛，甚至还挺爽。摄像小哥试了试，差点是事。大叔给自己这套按摩手法取名锤子疗法，说自己一身腱子肉就是这么敲出来的。锤子疗法还可以燃烧腹部脂肪，8块腹肌也是这么来的。这么看来好像真的有用，但不管怎样，大叔已经收获了一批小迷妹。这些处在更年期的小迷妹都觉得锤子疗法能消除疼痛，缓解疲劳，总之非常有用。关键还都觉得大叔很帅。但当他脱掉上衣，脊椎都被敲得通红，长了厚厚的老茧。来医院检查，发现大叔有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明明敲打后很舒服嘛。怕医生不信，当面拿铁锤哐哐敲了起来，敲完上面敲下面。医生表示，锤子疗法确实帮助他锻炼了手臂肌肉，但不建议继续做，很可能会加重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。听了医生的话，大叔回家就把铁锤换成了按摩椅，笑嘻嘻地表示自己主打一个听劝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被母蚊子咬一口到底有多恐怖？这相当于往身上插了6把刀，他们对着伤口边吸血边吐口水，甚至还不停拉屎。下面就来看看蚊子恐怖的吸血过程。当你刚闭上眼睛，蚊子就悄悄飞到你身边，找到最容易下嘴的地方，直接就是一口老痰，进行局部麻醉。蚊子的细长嘴巴被称为口器，不到1毫米的口器竟然藏了6根针，它们各司其职。当蚊子开始吸血时，先用2根锯齿针割开表皮最外面的一层，它们非常锋利，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2根刺血针帮忙寻找人体血管，找到血管，蚊子并不会马上就吸，而是先注射一种含酶的唾液，防止血液凝结，使血液能被顺畅吸入，然后就开始了干饭。蚊子一次可以摄入体重2到3倍的血液，为了能尽量多吸食血液，蚊子会把消化器官中的食物残渣尽量排空。它们就这样一边吐一边吃一边拉，从蚊子落到皮肤上直至吸饱，总过程约2分钟左右。就在它吸血的过程中，顺便把病毒也带到血液里，导致每年大量人死亡，蚊子也就成了世界上最致命的昆虫。其实吸血的都是母蚊子，公蚊子的口气没有母蚊子发达，也就能吸一吸花蜜之类的。蚊子叮咬后出现的发痒肿块，其实是我们自身免疫系统处理蚊子唾液产生的。也就是说，让我们长出大肿包的其实不是蚊子，而是我们积极干活的免疫系统。如果你身上有些肿块特别大特别痒，那么很可能遇到了新手蚊子，它们寻找血管的技术生疏，吐的口水比较多导致的。希望大家都能遇到专业点的蚊子，毕竟肿块能小一点。这是一种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食物，一般人闻一下就会吐，他们却爱到不行，平时都舍不得吃，只有招待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。小姐姐尝了一口，反应非常真实，这种食物就是蓝纹奶酪。这家意大利工厂仍然使用古法制作，能动手的尽量手动完成。每天早上农场会送来新鲜牛奶，一开始就要把凝乳酶和霉菌加入牛奶中，大约20分钟内牛奶就会变成凝乳，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豆腐脑。工人用特制的工具把它分割成小块，把切好的小块装进圆形模具中，每个桶都有编号，这相当于他的身份证。
接着把模具放置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，每天都要来回翻转4次，来帮助凝乳沉淀。静止1夜后，奶酪成型开始腌制，机器会在奶酪表面均匀撒上一层盐，随后再次送入储藏室。储藏室里温暖潮湿，这有利于奶酪中霉菌活动。质检员会随机检查发酵情况，一般经过3天左右，就需要把它们转移到冷藏室。在这里，每一块奶酪都要被扎上摆针，这是为了让氧气进入奶酪内部，使其长出标志性的蓝色纹理。时间是制作这道美食的关键。根据口感的不同，奶酪要在冷藏室待上2到3个月，直到表面发霉变稠。质检员把洛阳铲插入奶酪，轻轻转动就可以把内部的奶酪带出来。通过气味和口感来判断奶酪是否发酵完成。2个月的蓝纹奶酪还比较柔软，味道类似3天没洗的臭袜子，一般人都比较容易接受。放置3个月的奶酪就已经变得很硬了，内部的蓝色纹理清晰可见，味道也臭得很正宗。记者忍不住尝了一口。成熟的蓝纹奶酪是高档餐厅必不可少的美食，吃面的时候来上一点，臭烘的得劲。发情期的功效到底有多可怕？他们要给这只600斤的鳄鱼拔牙，一个牙洞里竟拔出了9颗，牙龈已经严重溃烂。医生为它进行紧急手术，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。拔牙第一步，先把鳄鱼弄到岸上，饲养员拿一只鸡当诱饵，很快鳄鱼就上钩了，被一点点引诱上来。饲养员用木棍安抚它的情绪，鳄鱼貌似很舒服地张开了嘴，可以看到门牙的位置出现了一个黑洞，感觉蛀牙还是很严重的，需要紧急治疗。饲养员用绳子绑住鳄鱼的上巴，准备给它来一针镇定剂。鳄鱼变得非常暴躁，毕竟有4米长，力量非常惊人。为了安全，大家又套上了另一个绳子。但就在这时，鳄鱼突然使出绝招——死亡翻滚。它每翻滚一次，就会被绳子多缠一圈。为了防止它把自己缠死，饲养员趁它不注意，用一块毛毯遮住了它的眼睛。大家一拥而上，使出全身力气，才把这600斤的鳄鱼控制住。接着给它注射了满满1管镇定剂，但镇定剂对它好像不起作用，鳄鱼还是不停挣扎。大家赶紧又补了一针，这次终于生效了。鳄鱼一动不动，众人合力把600斤的鳄鱼抬上担架，撬开嘴巴塞入了一根棍子，这下就可以仔细观察牙齿状况了。看起来并不是简单蛀牙，里面出现了很多牙齿碎片，牙龈都已经开始溃烂。医生猜测，这可能是由于长了智齿导致的，因为没有足够的生长空间，智齿就把正常牙齿顶到了一旁，慢慢就坏掉了，成了大小不一的碎片。接着用工具挖呀挖呀挖，终于挖出了第1块牙齿碎片，很轻松就拔了下来。不一会用镊子又夹出来1块，紧接着第3块也出来了，一个比一个大。饲养员都震惊了，从没见过这么奇葩的情况。很快医生就从牙洞中取出来9块牙齿碎片，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医生发现在这个牙洞底部竟同时长出了2颗新牙，现在必须要去掉一个。医生用钳子拔了半天，拔掉了一个3厘米长的新牙，现在剩下的一个很快就能长成健康的门牙。最后用药水对内部反复清洗和消毒，就完成了治疗。鳄鱼也慢慢苏醒过来，大家给它松绑。重获自由的鳄鱼好像知道了怎么回事，并没有攻击任何人，慢悠悠地爬进水里，直接钻进了男朋友的怀抱。医生懵了，没想到最后还吃了一嘴狗粮。他家的房子会自己加热，室温常年64度，平底锅不开火就能煎鸡蛋，水龙头出来的也都是热水，墙纸都烧焦了，往墙上泼水会发出吱吱的声音，不小心碰到地板都能把手烫个水泡，工作人员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。不仅如此，卧室的温度竟然达到了70度，这睡一觉还不就8分熟了？而且地暖早就关了，电源早就拔了，不可能是地暖问题，那会不会是电路问题造成的？节目组检查了所有电路，结果一切正常，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，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。大半日的根本睡不着啊，只能不停地往地板上泼水来降温。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房子下面有温泉，还有人说房子下面是地狱之火。一时间关于他家的谣言越来越多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就在节目组测量外墙温度时，意外发现电表的温度非常高，这就很反常了。打开电表的瞬间就冒出了电火花，维修人员发现电表和配电盘之间没有断路器。另外他家房子不是混凝土结构，而是钢架结构，当电表短路时，整个房子都是导体，产生的热量会通过钢架传递到整个房子，所以才会出现超高温的现象。幸亏发现的早，不然煤气罐都有可能发生爆炸。维修人员找到了粘在一起的电线，换上了新的电表，一切恢复了正常，这下可以凉爽的睡个好觉了。然而下面大叔家里发生了更离奇的事，他家的墙会拉屎，每天早上就会出现满墙的便便，有长有短，最长的有25厘米。然而这条街上只有他家墙上会出现这种现象。你要说有小动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，但是墙上是怎么拉上去的？有的位置比人都高，一般的小动物是做不到的。那会不会得罪了什么人？大叔说自己为人和善，从没和别人有过纷争，这种情况是半年前开始的。他还安装了监控，但一直没有拍到可疑人员，便便都是突然出现的。节目组请来专家，决定从便便入手。专家开始收集大便，
他们要从便便里提取 DNA 来确定到底是什么物种的粪便。节目组也没闲着，架起了多个摄像机，全方位监控这条街。一夜过去了，便便再次出现，查看录像可以清晰的看到便便是从天而降的，没有拍到任何生物，这就很惊悚了。这时便便的分析结果也出来了，专家说是人类的粪便，而且还是女人的。那现在好办了，只要是人为的，就一定可以拍到它。节目组安装了更多的摄像机，一夜过去了，果然有收获。录像显示便便是从他家对面飞出来的，还拍到了始作俑者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人。大叔看到都懵了，说这是他家对过的邻居，名声很好的，从来没想过是他们做的。节目组拜访了邻居，老人说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，不知道妻子的这种迷惑行为，表示很不好意思，说可以帮忙打扫，以后会看住妻子，不会让她乱丢便便。大叔也很无奈啊，说本来想找到人要点赔偿的，想想还是算了吧。最后表示可以理解，以后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更好了。然而下面餐厅遇到了更灵异的事，这家餐厅的橡胶手套每天晚上都会被撕得粉碎，形状非常不规则，看起来不像是人为的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瞬间分解。店主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2周了，非常诡异，想想就起鸡皮疙瘩，以至于早上开门都不敢一个人进去，等员工到齐后才敢进入。来到后厨一看，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。员工分析，如果是动物的话，肯定会找东西吃，不会没事撕手套的。但是房间的食物并没有少，那会不会是人？工作人员试了下，根本撕不开，即使用剪刀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。店主想到了一个方法，下班前把面粉撒在地板上，等明天看看有没有脚印就完事了。节目组也架起了摄像机全程记录。第二天一早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，然而一个脚印也没有。查看录像后发现，手套竟然是自己慢慢分解的，完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，自己就裂开了，这很不科学。难道真的遇见鬼了？节目组找到专家仔细观察录像后说，手套应该是被臭氧破坏的。餐厅一般会用臭氧消毒，臭氧有很强的氧化性，可以轻松氧化手套中的分子结构。至于为什么只发生在晚上，是因为白天一直通风，但是晚上臭氧就聚集在一起了，浓度高了就可以腐蚀手套。为此专家还做了个实验，密闭空间内臭氧很快就把手套分解了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只是个化学反应而已，只要晚上也把通风打开，就可以解决这个灵异事件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有个大豪宅，却天天住在厕所里，睡觉在厕所，吃饭也在厕所，掀开垫子下面全是尿，还说厕所味道清新自然，厕所门时刻紧闭着，好像在躲着什么东西。他说只要离开厕所就会头晕目眩，全身酸痛，不得不离开的话就要全程戴口罩。去客厅那都算是旅游了，还会给客厅喷一种神秘的液体。白天大妈很反常的出门了，她来医院看望丈夫10年前得了中风，就一直住在医院，一见面丈夫就哭了，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时大妈说她房子有毒，还说是邻居往她家放的毒气，之前和邻居吵过架，所以就往她家放毒气，让她无法安心睡觉。为了防止毒气扩散，她封死了家中的各个缝隙，还安装了多个监控摄像头，因为厕所的气味最小，就成了她的庇护所。虽然大妈说的证据确凿，但节目组却什么都闻不到，用专业仪器检测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味，甲醛也没有超标。节目组拜访了邻居家，也不像大妈说的那样，大妈之前还报过警，警察也检查过邻居的房子，没有任何异常。很明显这一切都是大妈自己想象的。精神科医生表示，丈夫住院后她不得不独自生活，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孤独感，可能就慢慢产生幻觉了。医生说大妈需要人陪就会慢慢好起来。走进科学节目组变成走访问问节目组，陪大妈聊天，给大妈按摩，还一起在厕所吃饭。几天过去了，大妈突然从厕所出来了，她开始正常的做饭，口罩也摘掉了，给工作人员做了一桌子好吃的，说现在已经闻不到任何异味了。大妈终于走了出来，看到没对象的赶紧找个吧，不然老了真的会很孤独的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姐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大姐每天穿着用2万个曲别针做的衣服，衣服重达50斤，就这样在家里穿了10年，家里堆满了各种杂物，在家只能爬行，所有东西都被装在塑料袋中，甚至天花板都用塑料袋覆盖着，窗户也被封上了。洗澡也不脱衣服，只见她洗着洗着突然站在了马桶上，她竟说不得不这样做，她究竟在躲避着什么？大姐说家里有电磁波辐射，让自己非常痛苦，她认为曲别针可以屏蔽辐射，才用曲别针做了这件盔甲。为了验证她的说法，节目组请来专家测量房子的辐射量，结果房子几乎没有任何辐射。工作人员建议她脱掉铠甲，大姐犹豫再三，决定试一下。没过1分钟，她突然把头埋进了被子里，表现得很焦虑，还说自己疼得受不了了。接着又开始穿铠甲，穿完大姐长舒一口气。节目组找来了心理医生，一番交流下来，大姐突然哭了起来，缓缓说出了藏在心中的秘密。在她年轻的时候，被一个陌生男人跟踪了长达半年，她搬过好几次家，都会被找到，会在半夜敲她的门，
还经常给自己发骚扰短信，换手机号也没有用，感觉自己时刻都在被监视。从那之后，他变得非常敏感多疑，以至于能感觉到手机发出的辐射。他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自己会慢慢好起来，没想到却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医生建议大家不要逃避，要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即使暂时无法克服，也要学会和恐惧共存，学会接纳自己。和大家有相似打扮的，还有下面这位大叔。大叔的口罩是用沥青做的，衣服上也涂满了沥青，还说自己不能暴露在阳光下。他家里也非常昏暗，没有任何一盏灯，插头都被拔了下来，即使是一个信号指示灯都会被他用黑色胶带盖上。电视也被大叔故意砸坏了，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处于失灵状态，唯一有用的就是电脑，但用电脑之前必须全副武装，最多只能使用3分钟，不然身体就会疼痛难忍。他还去过很多医院，医生都说他身体很健康。说话间，他突然紧张起来，紧紧盯着100米开外的一辆汽车，戴上了口罩和帽子，还说是为了安全。他究竟在躲避着什么？大叔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信号塔，以前他就住在这个信号塔下面。他说附近的辐射很严重，只要一靠近，心脏就会剧烈疼痛。大叔解释说自己对辐射很敏感，一点点辐射就会对自己产生伤害，为此才戴沥青口罩来躲避辐射。可信号塔附近的邻居却说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异常。专家也解释说，信号塔只会以水平方式发送信号，并不会对塔下的人产生过量辐射。工作人员还用专业设备检测了屋内的辐射量，结果远远低于安全标准，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。既然大叔说自己能感受到辐射，那给他做个测试好了。给大叔戴上眼罩后，让他判断面前电脑的开关机状态，结果测试7次，错了5次。很明显了，大叔的问题只是心理问题。要想治愈心理问题的话，第一步就是要面对恐惧。他找到心理医生咨询，原来大叔做生意亏了很多钱，家庭也破裂了，巨大的压力让他产生了幻觉。一番沟通下来，大叔决定不再逃避，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勇敢面对生活。加油吧，大叔！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肩膀上出现了一只诡异的手，像是一个婴儿趴在了背上。关键他家就一个孩子啊，左边露出的脚是自己的，旁边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人。然而诡异的照片不止这一张。丈夫说之前在车里给孩子拍照，车窗上也出现过一个奇怪的影子，有胳膊有腿的，看起来很像人。当时连续拍了2张照片，奇怪的是第2张照片上影子又神秘消失了。刚开始以为是窗户脏了，但车是刚洗完的，完全没理由啊。节目组找到专家，通过分析照片信息，专家不认为这是灵异事件，给照片调个色就可以看出来，影子有一圈明显的线条，专家认为是之前车窗上的贴纸留下的印记，虽然肉眼看不出来，但手机是可以拍出印记的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节目组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往车窗贴上蜘蛛侠贴纸，然后在烈日下暴晒6小时，完事后揭去贴纸，车窗还是干干净净的，即使用背景布遮住，肉眼也看不出任何印记。接下来用手机对着车窗拍照，果然拍到了贴纸留下的印记。至此影子的谜底揭开了，那肩膀上的手又如何解释？专家仔细观察后发现，大腿旁边凸出来一个三角形的东西，像是裙子之类的衣角。他推测当时后面可能有一个1.2米左右的女孩，正好举了手，由于视线遮挡，拍出来的就只有一只手而已。节目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，等女孩走到婴儿车后面时，拍出的照片果然只看到了一只手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有相似经历的还有下面这家人，他家客厅窗户上出现了一张脸，看起来像是梳着双马尾的老太太，死死地盯着一家人。窗户对面就是墙，不可能是对面反射过来的，而且他家在3楼，一般的老太太是上不来的。当时只有丈夫一人在客厅整理玩具，完事后对着玩具拍照，第2天欣赏照片时就发现了这张脸，看着非常诡异。随后对着窗户又拍了很多照片，但是那张脸没再出现过。丈夫一口咬定那不是人啊，不是人，那是什么？ 화장실 아니면 안방에 있었던 것 같아요. 专家分析后确认了照片的真实性，考虑到房子的周围环境，专家认为是屋内某个东西反射在了窗户上。仔细观察后，在出现脸的位置找到了凳子的影子。妻子说之前确实会把衣服挂在凳子上，专家表示应该是衣服的褶皱正好反射在了窗户上，才形成了脸的轮廓。接下来还原现场，把相机架在当时拍照的位置，在椅子上挂好衣服，弄出人脸的轮廓，然后拍出的照片中确实有类似脸的东西出现了。专家把衣服弄出更多褶皱，反复调整，终于5个小时后拍出了和之前一模一样的人脸，都是一种巧合而已。然而更诡异的还在下面，每到深夜，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，脸部轮廓非常清晰，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。村里老人说，山坡之前就是墓地，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，已经不知道主人是谁了。村里另一位大妈也说，在她小时候，山坡上还发生过一起惨案，一家3口惨遭灭门。一时间，关于这张脸的说法越来越多，听起来也是越来越灵异。节目组架起了摄像机，全程记录，想要一探究竟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那张脸
脸也慢慢浮现了，看起来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是一个男人的脸。村民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是来寻仇的，有人说是来索命的，反正大家都很恐惧。节目组的摄像师超勇的好不好？他决定在山坡上近距离观察，当他拨动一下树枝，这张怪脸的形状竟发生了改变。摄像师差点笑了出来，说山坡上的树被路灯反射后就会形成对称的阴影，看起来就像是眼睛，而树干看起来就好像鼻子，周围的藤蔓就成了脸的轮廓，一切都是错觉而已。得知真相的村民表示，哎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还挺可爱的。还有人说现在看起来像企鹅，这就很尴尬了。说实话，我看这种灵异事件都是笑着看完的，希望你看完也能开心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老人死了15年，身体却没有腐烂，甚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手指甲还在生长，连血管都清晰可见，甚至还长出了黑头发。家人都认为奶奶并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他们会定期给奶奶剪指甲，每天还要给奶奶擦身体，单独给她做饭。看着成为一具干尸的老太太，节目组也震惊了。原来15年前，奶奶突发疾病住院，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，竟然喷出了16斤便便，接着就断气了。奇怪的是，体温并没有下降，
一直维持在36度，身体也不僵硬，除了没有气息外没有任何去世的症状。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里，慢慢就变成了一具干尸。专家说，只有在极其干燥或者寒冷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干尸。然而当地的天气高温潮湿，这种环境下没有腐烂就很不科学。节目组觉得可能做了防腐处理，但家人却说并没有做过任何处理，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，那就是吃斋，一吃就坚持了50年，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。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想要一睹真容，还觉得他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，都用瓶子接水喝。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专家也没有给出解释只能说真的很神奇。然而下面这面墙也很奇怪，他家的墙会哭，只要静静的听就能听到抽泣的声音，整整哭了10天。店主说有时用力敲2下，他又会稍微停一会儿，越到晚上哭声越大，搞得人心惶惶，顾客都被吓跑了。工作人员录下声音，找到了专家，对声音进行了波长分析，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。真是见了鬼了，难道墙是活的？它有心跳？大家才不信。店主请来了装修师傅，这师傅一来也不敢得罪这墙，大家鼓励了他好久才开始。现在墙上打了个洞，内窥镜往墙里一看，就看到了2只闪亮的眼睛。师傅被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只小猫咪，墙上都是抓痕，看起来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。那它是怎么钻进去的？节目组检查了屋顶，猜测是通过屋檐下的缝隙钻进去的，在墙壁之间穿行时不慎跌落到了墙里面。店主说这只猫我见过，之前一直在我店门口转悠。店主决定明天拆墙救它，可第2天墙里一点动静没有，通过手机观察，里面空空如也，猫咪不见了。专家认为猫咪已经自己逃脱了，强大的求生欲让它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最终爬了上来。几天后，小猫咪果然出现了。然而下面这家也发生了一件怪事，他家经常无缘无故的出现长头发，有长有短，最长的有2米，比他本人都高，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，拔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大小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觉得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他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家里的人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呢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呢是1周前开始出现的，老公当时在叠衣服，就发现了一根长头发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他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慢慢的头发出现了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呢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，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不好的事情，难不成真的有鬼？节目组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专家看了半天，说从粗细大小上来看和头发确实很像，接着又在显微镜下观察，结果专家却说这并不是头发，那这到底是啥呢？专家说这就是裤子上的线头而已。接着妻子检查了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符合。虚惊一场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妈
迷惑行为大